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江峰世界。开讲之前，先给您报3件事儿。第一件，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自己承认，官员落马的消息正被体制内的人层层转卖，几十块钱就能入群，一条隐蔽的黑灰产业链跑得比官方通报还快。这是官媒白纸黑字自己写的。第二件，南华早报一针一针数解放军的肩章，数出一个结果。全军20个关键岗位挂着待字，军委能公开露面的只剩2个人。10月那场会，谁有资格坐上空椅子？第三件，一份170页的四川人大公报，里头写着一位正部级大员的定性，北京不肯写的6个字，四川写了。大陆媒体刚引用完，8月8号，北戴河会期之内，这份公报从官网目录上消失了。而它的 PDF 文件就在我手上，一台靠秘密统治的机器，如今文件藏不住，名单管不住，将军凑不齐。今天咱们把3件事串成一条线，您就看明白了。中南海那位手里的刀还在，可刀的影子人人都提前看见了。故事从4月讲起。2026年4月21号，北京一张会客桌，2个人，当时谁也不知道，他们俩都坐在自己位子上的最后几个星期里。桌子那边是英国宝诚集团主席范德纳·牛津毕业，投行干了15年，给英国前首相布朗当过近10年经济幕僚，封了终身贵族，执掌过英国的大银行。伦敦金融城送他外号尖叫的施瑞蒂，出了名的泼辣。他这趟来北京谈宝诚在华发展，1个多月后，5月28号，他在股东大会上体面交棒，掌声里退场。桌子这边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、局长李云泽，这人值得您记几个数。1970年生，山东烟台人，第一份工作是建设银行天津一个储蓄所的柜台干部，就是您去存钱那种柜台。从柜台起步，在建行一级一级爬了23年，爬到重庆分行行长，2016年升工商银行副行长，2018年空降四川当副省长，2023年机构改革，银保监会摘牌，新挂的招牌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。这个新衙门的第一把交椅就是他，中共第一个70后正部级20届中央候补委员。这里有句话得说清楚，这把交椅他可没从哪个旧衙门里继承，这是一张刚刚造好的椅子，他是头一个坐上去的人。椅子谁造的？第3任期开局20大那套班子，是包子一个一个划的圈，人也挑的讲究。储蓄所出来的技术官僚，履历干净，得像张白纸，跟朱镕基、王岐山、周小川那几代人传下来的金融老圈子一根线都不沾，老班底靠不住。那就找个没沾过老班底的。这是2023年的解法。4月21号，通稿客客气气，双方就保险业高质量发展、宝诚在华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。第2天4月22号，他最后一次以局长身份公开露面。什么场合？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动员部署会议。您记3个字就够，总体战。他是联席会议召集人，做主位做动员。这场总体战要打什么？他喊完号子之后又发生了什么？咱们后面再说。4月28号，政治局开会。29号傍晚，金监总局官网总局领导一栏，局长没了。路透社说涉嫌违纪降职，港媒说的更具体，降为1级巡视员，正部级直接跌到正局级，非领导职务，一竿子插到底。同一天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俊也被免，港媒说2人都涉家属问题。那张4月的桌子，两边的人都到了站，一个按程序交棒，体面退场，一个连夜从官网消失，人间蒸发。此后100来天，官方文件里没有一个字提过他，直到四川那份公报。6月26号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口气终止13个人的代表资格，安徽费高云、广东郭永航、重庆胡恒华、新疆马兴瑞，还有部队一长串将军。13个人里12个写明了缘由，多数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贵州侯建国写的是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。只有一个例外，
由四川省选出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党委书记、局长李云泽句号。13个人，12个有理由，唯独他一个字都没有。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正式文件，宁可留一个显眼的窟窿，也不肯替他写一个理由。可四川写了第3号公报，翻到第160页，罢免决议开头一句，因李云泽严重违纪违法。从4月29号他从官网消失算起，所有说法都是传，是据消息人士，官方一个字没有。沉默近100天之后，人们是从一份地方公报里翻出了官方落笔的定性，这里头的时间线得捋直了。罢免决议5月27号就通过了，公报7月12号印出来，大陆媒体翻出来引用，是8月6号、7号财新起头，新浪、凤凰、搜狐全跟上，齐刷刷引那6个字。然后8月8号，四川人大网的目录里第3号没了。这个动作得拿放大镜看，因为他做得很讲究。目录摘了，文件本身还在服务器上。直到我录这期节目时，直连地址还打得开。我劝您也赶紧存一份，晚了说不准。您想，真要销毁删文件1秒钟的事，摘目录留文件，意思是2头都怕，一头要他从此搜不到，没人再引，另一头又不敢真毁掉一份已生效、已印刷出版的法定文本，真销毁，得有人签字担责。而且这么干留着后路，风向变了随时挂回去。有人追问就摊手说，我们没删啊，文件一直在，你自己不会找，不敢留在明处，又不敢真毁掉。一份文件混到这个地步，跟写在里头的那个人处境一模一样，不敢公开定罪，又不敢放出来见人，他就活在那个可撤回的状态里。那为什么北京不写，四川写了？桌上摆3种读法，第一种，公文口径差异，纯属文读习惯；第二种，四川攥着罢免依据照实写，北京选择简化；第三种，中央对他的处置还没走完，口径没定死，有意留白。前2种听着都挺无害，可他们得先回答一个问题：8月8号那天是谁的手在动目录？真是文读习惯，一份出版快1个月的公报，犯得着在大陆媒体集体引用之后，北戴河会期之内急急忙忙摘下来吗？所以我的读法，注意，这是判断，您可以不同意，是第3种。它的定性还没谈拢，严重违纪违法一旦写进中央级文件，后面就得跟着一整套程序走。北京留白的好处只有一个，一切都还可以改，可以改成双开一送，也可以改成降级冷藏。留白是给一个还没下完的决心留地方。四川按自家程序把实话印了出来，等于把没定稿的东西提前曝光。于是8月8号有人回手把它收了。再说案子本身，这段我把话说在前头，底下有官方文件，也有墙外传闻，哪句是哪类，逐句标清楚。咱们的规矩，记账不背书。他从四川来，2018到2023年当四川副省长，有一个人比他早8个月到任，叶寒冰。四川副省长、省公安厅长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，2人在同一个省政府班子里做了近5年同僚。往下看，2025年5月21号，叶寒冰任上被查，20大后第一个在任上落马的省公安厅长。同年11月24号双开，通报里几个字眼：扎眼、违规干预、插手执法活动、家风不正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。2026年4月初，叶案移送公诉。4月28号，李云泽被免。墙外流传的版本是李云泽的儿子在成都出了人命的事，夫人找叶寒冰摆平，叶寒冰进去后把这条线供了出来。这个版本没有任何官方证据，它就是个传闻。咱们只做一件事，把中纪委那几个字违规干预、插手执法活动和这个传闻的形状并排摆在桌上，您自己看。还有一条也摆出来，他的副手金监总局原副局长周亮，王岐山当年的老秘书，今年3月官宣被查，比他早整1个月。所以墙外也有人讲，李云泽是王岐山的人，被卷进了金融口的清算。这说法我专门查过，
站不住。公开履历里，他跟王岐山没有共事，没有提拔，没有任何查得到的交集。恰恰相反，把他放上那张新椅子，图的就是他跟老金融圈不沾边。可您把周亮和李云泽摆在一块看，看出来的比派系有意思得多。2个月之内，一个成立才3年的衙门，副局长和局长先后没了，一个是王岐山的旧部，一个是塔尖上那位亲手挑的新人。一个衙门里最老的一根线和最新的一根线同时断了，哪一派赢了？都没赢。四川斋公报是8月8号，第2天《华尔街日报》登了篇调查，标题翻译过来就一个意思：在中国，鼹鼠正把国家机密当白菜卖。它最核心的来源，不劳美国记者暗访，是新华社旗下半月谈7月中旬自己发的稿子。这条产业链是体制自己捅破给全国看的。据中共自己统计，2012年底以来，因受贿、违抗政策、泄密等被处分的超过700万人，光2025年1年就处分98万3千人，创了纪录。案量这么大，办案消息就成了抢手货。半月谈原话，少数公职人员违规泄露，再经网络群组层层转卖，形成一条隐蔽的黑灰产业链。您咂摸这几个词，层层转卖产业链，只有一个内鬼一个买家，用得着这么气派的词吗？行情也给您报了，初级群入群费几十块，新群贵些，有的399，每个公众号背后挂着3、4个群，管理员定期换群、关群、打游击、躲监管，玩法讲究，不敢点名，就挂简历，用谐音、打暗语。官员的姓名履历本身不算敏感信息，光发这个办案的还真拿他没辙。规模呢，半月谈自己就点了2家作坊。贵阳某局一个1级主任科员，就是个股级小干部，从去年8月起拉上6个亲属，一口气运营9个公众号，挂简历暗示谁升谁倒赚钱。西部某市另一个公务员自己注册公众号干同样的营生，官方稿子随手一点就是2家，这叫产业。准头呢，去年7月6号，某公众号挂出湖北原副省长、武汉原市长周先旺的详细简历。2天后，中纪委官宣他被查，公众号被封，运营者转战短视频。今年4月24号，抖音上有账号用漫画加文字发贵州省妇联原主席涂岩的消息。4月29号，官宣被查，提前5天。华尔街日报还加了码，一个叫广东子豪哥的抖音号，去年11月给湖南退休老干部叶红砖的照片配了个茶杯表情，1周后官宣立案。今年3月一口气点3个人，几周内全部应验。7月内单提前了将近2个星期。最妙的是官方的无奈，办案人员对半月谈大倒苦水，发简历既不算造谣，也不算泄密，公安没有法律依据立案。而且您听好这句，对那些夸大贪腐情节、编排绯闻的文章，公安机关无权率先辟谣，因为警方不掌握落马官员的具体犯罪事实，没法认定人家发的是谣言。品品这句话，官方自己承认，对这些爆料，他们连说一句假的底气都没有。说到这儿，插一句自家的事，半月谈这篇《华尔街日报》8月9号才做成功课，可这门功课江峰8月1号那期就做过了。拿墙外爆料帖的终点对官方通稿的终点1分1秒的算，3条人事任命全落在官宣前头，最长的早了23小时19分，方法一模一样，比华日早10天，兑现的没兑现的都摊在账上，日子长了见分晓。今天不聊这个，今天聊的事儿更大。墙外还有一类账号，每条爆料前头一句固定开场白，潜伏在中央组织部的消息，潜伏在中纪委办公厅的消息，真也好假也好，我一条都没法核实。您听个响，可有一样是实打实的。这门生意的行情摆在那儿，有人供货，有人验货，有人给货标产地，跟卖茶叶讲山头一个道理。墙内几十块入群，墙外免费看帖，中间隔道防火墙，货照样过。
见料进群，贵料出海。这类账号偶尔晒私信截图，我看过一张。丑话说3遍，没法验真，您当听个故事。有人给账号主发消息，我家里有个姐夫在中纪委，那个人被带走的第一时间我就想给你爆料，结果 VPN 失效了才搞好，后头跟个笑脸。就算是编的，您也琢磨这幅画像。一个普通人家里有亲戚在纪委上班，听见风声第一反应是往外递，翻墙软件坏了修好接着发，发完还解释2句，怕人嫌他来晚了。不图钱，图的是先说出来那一下的痛快。700万张处分决定书，每一张背后都连着一家子这样的人。好，推理时间，以下是我的分析，可对可错，咱们讲理。第一层，恐惧用过了头会反过来咬人。700万本来是拿来吓人的，我能办700万人，你老实点。可数字大到这份上，就走到反面去了。一个官员眼看同事、上司、老领导一个个进去，心里那句话就从千万别轮到我变成早晚轮到我。怕被抓的人听话，认定早晚被抓的人找退路。找退路的第一步，古今中外一样，打听消息。第二层，管刀的手自己在抖。半月谈承认，泄密源头里就有办案和知情环节的人。再加一个数，2023年1年，纪检系统处分自己人7800多个，中南海那位当政以来最高。7800个未必个个泄密，可它说明一件事，管名单的那支队伍自己就结结实实的漏风，而名单在那片土地上是最硬的通货，比茅台硬，比房本硬。第三层最要命的，漏出去的消息买走了什么？照《华尔街日报》梳理，提前拿到风声的人能干4件事：销毁证据、转移资产、安排跑路，提前抢那些眼看要空出来的位子，做空受牵连的股票，逼得办案机关提前收网，案子办夹生。4件连起来，是一幅透着荒唐的画。反腐这台机器最大的客户是他自己要办的人，他每往名单上写一个名字，这名字就变成商品，在他自己的队伍里卖出去，卖给下一个要被写上去的人。砍得越狠，货越贵，办的人越多，供货的也越多。最瘆人的画面还轮不到机器停摆，停了反倒清静。瘆人的是机器还在高速转，站在机器里面的人提前把下一次落刀的位置卖了出去。这台机器靠什么吃饭？靠突然性。皇上的懿旨变成红头文件，走的是一条密封管道，一句话进去，中央决定出来，文件没发下去之前，谁也不知道刀落在哪。密封才吓人，突然才是刀。可如今通报没出，茶杯先到，文件没发，简历先飞，他要动谁？被动的那位兴许比办案的还先知道。叶红砖那案子，茶杯早官宣1个星期，7月那单早了近2周。至少在这些提前被点名的案子里，突然性已经没了，剩下的悬念只是口子还会撕多大。刀还握在他手里，还砍得动人，说不定明年能把700万变800万。可一把人人提前看得见影子的刀，跟烧火棍的区别已经不大了。他这套统治靠的就是没人知道他下一步干什么，现在连他自己都摸不清自家水管漏在哪一节，因为哪一节都在漏。节目说到这儿，插一句家常话，咱们天天盯着墙内的风云，可说到底，自己和家人这副身子骨才是真正攥在手里的本钱。今天要跟您介绍的是普瑞堂黑参。黑参是韩国传统的名贵滋补品，用高丽参经过古法反复蒸晒炮制而成。普瑞堂选的是6年根，工艺地道，成色扎实。平时自己含一片泡一杯水，给日子添点滋味，逢年过节送长辈送朋友，体面又拿得出手。想支持江峰世界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链接，结账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JF， 全球包邮，购物满$500，再送您1根黑参，多买多送。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咱们节目实实在在的支持。好，咱们回到正题。上期咱们数过军委的空椅子，7人军委公开履职又没被宣布调查的，只剩塔尖上那位和张生民
空位全等着10月的五中全会。今天说人，谁有资格坐上去？8月5号，南华早报干了件笨功夫活，把官方活动的电视画面一帧一帧调出来，看肩章，看座次，看臂章，把人一个个认出来。结果全军约20个关键岗位由中将主持工作，干着上将的活，挂着中将的衔，位子上写个代字。20个岗位里9个给了空军出身的人，其中5个前任压根儿不是空军的，连火箭军掌门人雷凯都是空军出来的特级飞行员。导弹部队交给了开飞机的。同一天，日经亚洲登了篇评论，标题直白，他清洗了自己的将军，现在他需要新的。作者来头比文章还有意思，用的是化名，简历写着曾在中国任教授，主持过一所大学智库。一个在中国教过书的人写中国军队得把名字藏起来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条新闻。他的论点，建军100年和21大都在2027年，高层指挥架构必须在那之前补齐。也有人不信这个必须，这位爷什么时候按党内规矩出过牌？4中全会前一口气开除9个上将，再让全会举手追认，规矩在他手里向来是事后补办的手续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补不补，在另一头，补上来的人凭什么资格上来？外交政策5月那篇分析有句话，我读到时停了半天。他说，这批代理主官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的职业生涯是由那些已被清洗的派系从未控制过的网络塑造的。翻译成人话，如今往上走的通行证悄悄换了，最值钱的资历是能证明自己跟皇上这些年提拔的那批人不沾边。把这句话跟李云泽摆在一块儿，是我的联想，您听着参考。2023年金融这摊子，他挑了个跟老圈子一根线不沾的新人做一张新造的椅子，不到3年人折了。2026年军队这摊子能往上走的，又是跟他自己提拔的旧部不沾边的人。最后回到我手上这份170页的公报，第160页写着李云泽，往前往后翻还躺着5粮液的董事长，被罢免的地方代表，辞了职的副省长。四川官场这半年的动静，这一本里压着不少，哪一页都够单开一期，留着慢慢讲。今天只说最后一个发现。公报开头几页是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燕飞的闭幕讲话，通篇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。我们把今年3期公报并排一数，第1号里2个确立2个维护这套话出现了7次，第2号各出现1次，到这本第3号0次。从7到1到0，3本公报，几个月功夫，一条肉眼可见的下坡道，这算不算个事儿？您自己掂量。好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，麻烦朋友们点个赞，订阅一下，再把节目转给您的朋友，咱们下期接着挖。